网独家的我们的财库的运用方法。库开了以后，源源不断的钱，最大的能量冲开库。你是甲戌日元，你遇到龙年，你就能发财，叫行开库，叫引开。这个库不开，你赚了很多钱，就被别人骗了，就被别人抢了，就被别人劫了。男人和女人的八字有没有区别？男人叫库，女人就不一定要叫库了哦。人家看你八字说你这个人很会赚钱啊，其实不是，你这个人很能得肿瘤哦。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四元风地震，其他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大家好，我是道元。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道元老师啊，今天我们要延续我们八字系列，富不富要看他自己的财库情况怎么样。这个深挖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暴富，好吗？好，其实呢，我跟你讲哦，就是我在任何一个平台没有去揭秘过，没有任何人的任何的八字门派，讲过如何看财库来定你的格局。没错，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钱，你很多，你比如说你克着为财的钱很多，你时尚生财的钱很多，你财官印的钱很多，你官富财的很多，对，这钱很多很多很多，最终能不能入库，不一定，不一定，对，所以人这一生有的时候，我们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很多很多的钱，享受到很多很多财富。上一期您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那个印钞机的那个厂长，是他天天几个亿，但是他不是他，就不是他的。对啊，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个库，在确定这个库之前，我们要知道有哪几个库。没错，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库，五库，除了虚库，虚库火土，其他的就是尘土、水库，丑土、金库、未土、木库，好了，这个库，最大的能量，叫冲开库。冲开库怎么理解呢？比如说程序冲，叫冲开库，冲开库财富格局第一是吧？比如说程序冲，对，程序冲，丑未冲，对，那么它力量最强，来的百无禁忌，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举例，第一个冲开库，你是甲戌日元，你遇到龙年，你就能发财，程序一冲就开库了，库开了，库开了以后源源不断的钱，打开那个库嘛，你赚的钱你就能够入库啊，对，要不然的话，这个库不开，你赚了很多钱没有用，送不进去，你钱在外面就被别人骗了，就被别人抢了，就被别人劫了。有虚库，然后有尘土来了以后就冲开了。对，说这种人赚钱百无禁忌，百无禁忌，什么钱都可以赚，什么钱都赚得到，就比如说何鸿燊这种人啦，开赌场，他就是冲开库，冲开库，他就是百无禁忌，干啥都可以，可是冲开库，那第二种呢，叫行开库，行开库，行开库好像听起来有点凶险，是不是？行冲克害，比如说相刑，行开库，这个人你就知道他能挣钱，赚很大的钱，但是他这个人不择手段的挣钱，很多的会场就这样，会场，但是行开库的人大方，行开库人大气，豪爽，所以为什么我做了很多的风水，比如说我在东南亚做了那么多的这个风水，你发现他就是行开库，只要你准确，我就给钱，多少钱你说了算，你开个价，对，支票给你填，对，支票给你填。那什么叫谓之行开呢？什么是行？对，比如说我们程序丑未，除了程序是冲，其他的那几个库都称之为行了。比如说辰辰之行呢，戌戌之行呢，未戌行，那未戌又是行呢，就是比如说跟你的日支，和你的月令，这个最强。刚才您用甲戌，比如说甲戌，对啊，举例，然后你生于辰月，生于辰月，那么这个程序冲就月定，对，这个冲，那这个冲最强，或者生于辰时最强，对，那行呢，就是甲戌它跟甲戌，然后的话你比如生于戌时，或者是生于丑月，它也是强的，它就是在旁边，对，要么跟你的月定发生关系，要么跟你的什么时支发生关系，就时辰，对，有跟你的时支发生关系，就是就在你隔壁就强。如果中间隔了一个，对，比如说你的年字上面，那就弱一点点。看了一下我的八字啊，好像我是未土嘛，然后我月令是戌土嘛，是不是也是行啊？那也是行，也是行开库，也是行开。刚好未土又是我的财星嘛，
那也是新开户，新开户，所以也能赚很多的钱。这是财富能量的第2级能量。现在我就感觉到我豪爽，但是钱还不够多，什么时候能发财？所以那你要把财星做好啊。要补点财星。那要财星做好啊。就财星做好的话，你知道这是新开户。对。新开户的，那你就要知道要激进了，然后呢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对，要敢干。对，每一个机会。第2个次之的等级吧。次之等级。然后新开户。对，有没有第3个？有库的这个量级。第3个库就叫把它引出来，叫引开。引开。对。比方说甲戌举例。比如甲戌举例，它是火库。它又是土库。火怎么引开呢？就有火的年份它引开了。我今年乙巳年算不算？乙巳年也算了。也算。有巳火了。能够引开它的库了。所以很多的库有库，但是财库不开，它是闭的。比如说你是以水为财星。对。又没有水去引它。这个库怎么会开呢？就不会开。对。然后的话，这财星就不入。要么冲开，要么引开，要么叫引开。引开就相当于是一个种子。对。水在外面。我是水库啊，当然打开它，然后让它进来呀。进来。这里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那男人和女人的八字有没有区别？男人叫库。女人就不一定要叫库了哦。女人有什么新的说法？女人如果冲开和行开，对，女人的库只能引。女人啊，子宫也代表库，就孕育嘛。生育就是因为我们土是生养万物的。对。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女性有肿瘤，比如说你四库七权，哇，人家看你八字说你这个人很会赚钱啊，其实不是，你这个人还能得肿瘤哦。特别是相邻的，比如说陈旭聪，生孩子多危险。生产的时候可能是流血啊，或者开刀啊，很危险啊，对，大出血啊，可能是，岂不是有点不公平？男人有库的话，他可能会好；女人有库，他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其实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你知道八字它是一个哲学，它是人文科学，对，所以我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女人看官星，女人的财要官，就看老公，看老公厉不厉害？老公很好官星万又是你的用神，你要钱干嘛？男人打下天下都会唾手送给这个女人。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很多都是女强人嘛，女汉子嘛，她还是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引出一片天。极少。对，那也是因官星很旺，因为官代表老公，他也同时代表自己是老板，代表权力。听道元老师讲这个八字，我们又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啊，不仅仅是冲刑克害啦，还有哲学嘛，是吧？因为八字是咱们古人开发出来的，所以它肯定也是带有这种传统的一些思维。女人肯定以前是不工作的嘛，是你嫁个好老公，你就衣食富贵不缺。现在也是一样，有生命，这个世界就从来没变过。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八字可以断吉凶呢？就是很多人打开女命来看八字。他首先看财就不对了女命第一件事就是看官，看老公好不好。老公没钱，很辛苦。对，老公不是你的用神，对，很辛苦，你就很辛苦男人看妻财，因为什么？财为妻。女人就看官，女人要看官，对，男人女人看财就没有财了。女人不能看财，要看官。对，所以女人不看财星。所以很多人看八字看不准的原因，就是因为男女同看。没错。那你要知道男女有别，男女怎么能同看呢？并不是说我们看小女人，对，只是他们分工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天中地卑，并不是说天就是尊贵的，地就是卑微的，不是，是他们的分工不同。我们的女命好不好？要以夫为贵。是。女命好不好？母凭子贵。一个女人去赚钱了，去拼命努力工作了，反而辛苦，反而很辛苦，她也并不一定能得到财富。对。所以一些女强人看起来拥有了财富的能量，但是她把自己活成了男人。她已经不是阴了，她已经是阳了。那么那阴阳已经开始失调了。所以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一个合乎你命里面的老公。我觉得下一次期呢，道元老师可以讲一讲女人如何找到好老公。对，因为不能说大家鼓励躺平啊，或者说鼓励大家这个好吃懒做，而是说我能够选择一个好的，为啥不选择一个好的呢？如果你有机缘，你遇到一些高人，可以得到他的点化，然后可以改变你的命运。那么有这样子的机缘，当然要抓住了。没错。那也真的很感谢道元老师本期跟我们分享的全网独家的财库的运用方法。那至于说我们怎么补库啦，怎么补财啦，那想要知道的朋友们呢，可以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对，找到我们的助理，然后向我们的道元老师去做一个咨询。那感谢道元老师本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